大家好，这两天科技股、半导体、记忆体还是不是很太平，很多朋友就开始怀疑这个 AI 是不是要重新上演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？我这两天认真研究了野村证券对长兴科技的报告，韩国 SK 证券的记忆体报告，还有 DeepSeek CEO 梁文峰接近4个小时的投资者会议记录，再加上上周五韩美科技巨头在旧金山的 AI 峰会，还有一系列合作的公布，我发现这个市场正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逻辑矛盾。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Microsoft、甲骨文这些巨头一边看着自己的股价下跌，一边还持续提高资本支出，盖数据中心、买 GPU、买记忆体、抢电力等等的。路透社总结他们的资本支出预测，从年初的4850亿美元上调到7300亿美元。现在科技、记忆体、半导体下跌这么多，就是市场看不清未来。他们怕这些公司花掉几万亿美元，最终上演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。但是DeepSeek 梁文峰流出的这个会议记录，把这个问题完美给回答了。聪明的投资者看完这个逻辑就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。强调一下，本影片只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，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。我先讲一下上周五的旧金山 AI 峰会，韩国政府公布总合作规模达到9500亿美元，有4个方向。第一个就是三星和博通签署了未来5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意向协议 MOU， 覆盖 HBM、2纳米制程、AI 芯片和先进封装。第二个就是 SK 集团和英伟达推动了5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合作。海力士旗下的 SK Telecom 规划最高2G 瓦的 AI 数据中心。第三个是辉达、Naver 还有 Brookfield， 他们要打造韩国的 AI 工厂，主权 AI。第四个就是未来机器人的方向，现代汽车与英伟达建设机器人平台，准备部署物理 AI。这些听起来都非常美好，大家要注意，他们签的都是 MOU 和 LOI， 都是意向书，没有正式的采购合同那么强的约束力。最后能不能变现成他们的收入，变现成股价的上涨，就要看这些巨头的盈利能不能从现在持续增长到2030年。虽然 MOU 意向书没有约束力，但是不代表没有意义，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方向的确定。美伊局势就是个例子，有了 MOU， 未来就像停战靠拢了。上周川普说要决定大规模打击伊朗，到了今天又taco了，说我们又要谈了但是总的来看战争最终结束的方向就是停战。想象一下韩朝战争，当年38线要划定的时候，是打的是最激烈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各个因素，战争、利率、情绪、杠杆，造成各种的上下反复的这种的情绪，但关键还是长期趋势。最近有人留言就说长期谁不会看，谁不知道长期会涨。看了我这个留言，我大脑当时就宕机了。上半句我看出来你是一个懂长期投资原则的高手，但是下半句又好像在嘲讽我们研究这种长期趋势的人非常奇怪。接下来就讲一个最重要的部分。最近网上流出了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接近4个小时的投资者交流会议记录。彭博报道这个 DeepSeek 之后就暂停了第2轮融资，说是 CEO 梁文峰都泄露非常不满。记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梁文峰的原话，我们 API 定价觉得一个合理的利润大概是我们到市场上买一批设备回来10个月收回成本。他又说财务上这个服务器是按照3到5年的摊销，最后说10个月收回成本大概是对应的6倍的利润。 DeepSeek 现在基本上是卖 token， 定价非常低，而这么低的这个收益，它10个月就能收回成本，而且3到5年的折旧完毕，对应的是6倍的利润。如果做 AI 这么赚钱，你是 CEO 的话，你赚1块钱，会不会接着投入2块钱，甚至借钱去盖数据中心呢？就像谷歌、微软、Meta 之类的。梁文峰还补充说，如果能把钱都变成卡的话，那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钱都变成卡，并且愿意支付一定的溢价，因为这太划算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 DeepSeek CEO 甚至愿意出高价把所有的钱去买计算卡，因为太划算了。这个6倍的利润，10个月收回成本。所以大家现在看这些巨头，谷歌、Microsoft、亚马逊、微软，他们这些 CEO 知不知道自己的股价在跌？他们知道，但是还是愿意提高支出。原因只有一个，现在和未来都太赚钱了。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很多公司都是卖的概念，收入和商业模式没有实现。而现在的数据中心盖起来，真的就是只要运行起来就能产生 token， 这个 token 就能产生收入。否则梁文峰也不会说10个月收回成本6倍的利润，还要溢价购买 GPU， 说是太划算了。大家可以品一下他的话。最近还有人担心给我留言说这个记忆体怎么办买了这个美光、SK 海力士，它未来也会不会因为长期的扩产产生泡沫？根据野村证券
根据野村证券还有其他很多证券的这个推测，还有产业调查，也是不会的，至少到2030年之前。今天长兴科技在上海上市 ，IPO 融资579亿人民币，它融资500多亿，在未来去盖厂房，会不会把这个记忆体的价格都砸下去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路透社7月24日的报道，长兴最近还不断提高给华为的价格，华为要求记忆体降价，但是被它拒绝了。而在部分的产品上，它的价格甚至高于三星、SKDK、海力士。比如说64G 的 DDR5 服务器内存，三星报价大约1240元，但是长兴报价比三星说是要高得多很多。而长期来看，野村在长兴存储的投研报告里面就写到，这个代理型 AI 会让全球内存的需求在2026年甚至到2030年增长7倍。但是由于供给端或者是洁净室、设备、材料、人才、场地、电源等等的这种的4大瓶颈，全球内的产量全球只能增长30%到40%，每年增长按照最高40%的年增长计算，记忆体的产量是现在的3.84倍，而到2030年，它的市场的需求是7倍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算一下，就算长兴、美光、三星、海力士全部都现在扩产翻1倍的产能，供给仍然是追不上的，还有1倍以上的缺口。所以中国的长兴扩产它不一定是来砸价的，它是来填一个填不满的坑。韩国 SK 证券就写到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未来12个月的预期 PE 只有6倍到5.2倍，但是 SK 证券说未来他们的估值都要使用 PE， 要给到13倍和10倍的估值，理由就是 HBM 涨价、长期供应协议和盈利稳定正在改变。过去市场把记忆体当周期股，但是未来市场都会给他们 PE 估值。如果用 PE 估值的话，这个股价就非常厉害了。所以总结来看，现在的下跌是市场同时害怕去杠杆、战争、利率，还有大厂的自由现金流下降，同时还有 AI 疯狂扩张产生泡沫的这种疑虑。我以前讲过，市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看清的，市场只看这个眼前的短期，最好是只看明天，最长它也只能看到下一个季度，因为市场最害怕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我看留言就有人嘲讽我这个市场怎么会看不清？市场都是傻子吗？你研究了经济学就知道这个是涉及有效市场假说的。如果市场永远都准确，它都能看清一切，那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任何分析师、估值模型、量化基金，也不会有巴菲特。什么股票估值都是一些废话，因为如果你认为市场都能看清一切的话，那它的价格永远等于价值，短期炒股永远是赚不到钱的。正是市场只看短期，基金经理只考核3个月、6个月的这个业绩，还有再加上市场上散户的贪婪、恐惧，人类的本性。所以当利好出现的时候，散户经常会 FOMO 错失恐惧症，把股价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格。在利空的时候就会发生踩踏、不顾一切的抛售。所以投资就是要利用人的贪婪和恐惧，加上长期投资的强大心理才能获利。巴菲特经常引用他老师格雷厄姆的话，市场短期是投票机，长期是称重机。短期投的是战争、杠杆、FOMO 和恐惧，长期看的是收入、利润、现金流和竞争力。投资赚出来的钱就是价格和价值之间产生的认知温差。我的判断是，大概率的情形，这个 AI 的收入会继续增长，科技和记忆体龙头完成重估。我现在科技股半导体跌了，我还继续持有，并且继续在低位买入。我自己对科技股半导体整体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而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Microsoft、英伟达在中长期的价值也是被低估的。其他的记忆体、光链接、先进封装、数据中心、电力等等的，也有很多被情绪错杀的公司。错杀不是等于明天就会马上反弹，现在市场的杠杆还是太高，不断的震荡才能把高杠杆的 ETF 因为摩擦的这个市值它才会不断下跌，最终出清泡沫。明天开始美联储就要开会了，台湾、新加坡7月30日凌晨2点公布决议，凌晨2点30召开记者会，加不加息，现在市场都非常紧张。这个周还是财报的密集区 ，Visa、微软、Meta、SK 海力士29日财报，亚马逊、苹果、三星电子30日公布财报，所以这个周上下震荡都非常厉害。最后回答一些嘲讽我的留言，说让我公开持仓和交易记录，我非常不理解你是想免费白嫖吗？还是淘宝、拼多多仅退款不退货，白嫖习惯了？你要卷不要卷到油管，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
公开持仓和交易记录就会让量化基金拉取 YouTube 的语料，然后对相关股票持续砸盘，收割低价筹码。哔哩哔哩的顶流峰哥每次都公开自己的股票几百万的，然后亏的有多惨。所以我没有傻到公开这些详细持仓和操作记录，成全那些量化基金还有白嫖的人。悲观者永远正确，但在股市里长期赚钱的都是乐观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，我都会看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